唐安琪会客。安娜，哪有人像你这样走台步啊？你看你裙子是不是太短了？怎么会？别忘了，我可是超级名模，又不是什么老太婆。对对对，你呀，一定会成为超级名模的。对，你是国际著名的时装设计大师。我们呢，就是时尚圈最完美的Twins组合。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。我和她，这个叫我姐姐的女孩，我们的不幸来自于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。你不是一向很可爱，很爱做梦，对未来充满梦想的吗？我真想知道，你在这个看不到明天，也看不到未来的地方，你还会做梦吗？郝安琪，从现在起，你就只能活在有污点的回忆里，而从现在起，马安娜，跟你们，跟我所有的过去都没有关系了。我只有美好的未来，新的开始，新的幸福。安娜，你的心还在吗？那颗会疼，会有温度，会难过的心还在吗？够了！我不想听你说这些。你无论如何都改变不了你的命运了。我就要去美国了，安琪，你输了。我要微笑的看着你，看着你怎么样把牢底坐穿。安娜，我们朝夕相处了20年。我知道你不是这种人的。对不起，我曾经骗过你，曾经伤害过你，但是请你回来，我们大家都很爱你，安娜。够了！可是我恨你，我恨你们，我恨你们所有表面装作坚强、装作善良、去夺走我一切的人。所以我永远永远不会原谅你们，我永远永远不想见到你们。命运注定了我们必须争夺所有的一切。同一个生日，还有那年遇到的同一个男孩。
张庆之。李宗翰。王美。郝安娜。到。郝安琪啊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你妹妹郝安娜呢？张富贵。罗忠。好崇拜你啊！可不可以给我签名？你知道吗？我看过你跟天耀老师的法国时装发布会，你真的好棒啊！你很有潜力，只要你努力，以后一定会跟我一样的成功哦。不，比我更成功。来，真的吗？马西尼亚，走了走了，加油！真有潜力，真有潜力！哎，你也真说得出口。上次见你对扫厕所的阿姨也这么说，真服了你了。那你让我说什么？反正说这句话总没错，大家都爱听，我又不用担责任。再说了，谁知道他们是不是记者办的？倒是别又说我耍大牌了，对吧？聪明，你的算盘打得还真是精哦！你每次都这样说，就不怕别人没成名来找你麻烦？我说的是潜力啊，这个最保险，对不对？对了对了，潜力不用负责任。小叶，什么人？干什么的？问你干什么的？我是将来会站在那上面的人。你谁呀你？啊？做嘛的？将来有一天，我一定会站在那上面。快点，快点，球赛就要结束了，快点，快点啊！
去拍皮肤的男的超帅哦。今天打得非常好，下次有机会再打啊！你走吧。好啊，你这个小奸细，都是你！我哪是奸细？真饶不了，就是因为你。我这么可爱的奸细吗？别跟着我，别跟着我！哎呀，你别跟着我！大帅哥，原谅我！等会，我洗澡去，换衣服去。是不是因为你我才输了这个比赛？你说啊？我还不是为了帮你。别跟着我！我要换衣服去了。啊！换衣服去了。好了，快点啊！还什么？不给不给！还给我！拿条件来换呢！你赶紧还给我！安娜，等很久了吗？你猜我今天看到谁了？你是去看服装秀吗？当然看上服装模特了。谁呀？Cindy。你怎么会有 Cindy 签名啊？我不只有他的签名，我还去了后台，见到了我最崇拜的时装设计师赵天佑。你见到赵天佑了？你知道吗？Cindy说我特别的有潜力，她说我有潜力啊！你太过分了！你就知道崇拜超级名模？我早就说过你有潜力的，你要相信未来的时装设计师安琪的眼光。你知道吗？他们台上的衣服好漂亮，每一件都好漂亮。可惜我没带相机，要不然我就拍下来，让你帮我做一模一样的。你这简直是对我赤裸裸的歧视！我要做的是时装设计师，又不是裁缝，我干嘛模仿别人的？喂，你不知道伟大的设计师都是从模仿开始的吗？安娜，你觉得我真的能成为时装设计师吗？当然了，因为有我超级名模安娜。我呀，会参加你的每一次时装发布，穿着你设计的衣服参加晚宴和电影首映。有了我名模安娜，你能不红吗？对对对，你呢是我们家的超级名模安娜，还有我这个超级设计师。以后你每次走红毯都要穿着我设计的礼服，好吗？
我们是时装界最完美的双胞胎组合。没错。走吧，走。还我！快还给我！快还我！快还我！不还，除非请我吃大餐。想得美！你害我什么时候还想吃大餐？还不还？不还。还不还？还不还？还不还？好了，还给你了。不过呢，这么好的机会，你一定要好好把握才行哦。喜欢一个人就要说出来嘛，不说他怎么知道？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。加油哦，记得欠我一顿。这是你妹妹最喜欢喝的饮料，就剩这一瓶了。妈，你怎么这么偏心啊？跟你说多少次了？别总让安琪让着我，都说了多少次了？如果再这样的话，我就不喝这种饮料了。那怎么行啊？你是妹妹，妈，只是差几分钟而已嘛，说不定你记错了呢，我先出生的呢。我怎么觉得我像姐姐？妈，你确定你没记错吗？你瞎说什么呀？这种事儿还能记错呀？我有个特别的灵感，我们请赵天佑来给我们开个讲座，然后请Cindy那些名模开个时装发布会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说的是时尚教父赵天佑？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啊！要想实现我的梦想，成为一流的名模，这只是第一步。安琪，你也一样，要想成为一流的设计师，你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机会。哎，可是我看报道上说过，说赵天佑只喜欢在工作室里面设计，不喜欢抛头露面。他能来给我们开讲座吗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他这个人啊，最重承诺，只要我们把消息散布出去，变成已成的事实，他就不能不就范了。这样会不会不好啊？有什么不好的？妈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我回来了。爸，你回来了。我去陪安娜。安娜，你爸刚回来你就跑进来了？我就看他不顺眼，一看他那张雪白的脸我就受不了，笑比哭还难看。而且啊，人还特虚伪。你说你有什么话直说不就行了吗？非要拐弯抹角。我真不明白当初妈怎么能看上他呢？哎，你说要钱没钱，要权没权，长得又不帅，图什么呀？你怎么会对他有这么大的偏见呢？我承认，爸确实长得比较抱歉，可是他对我们很实在啊，而且也没有嫌弃我们。我们用他嫌弃吗？当初妈带着咱们家到他家，那是天上掉馅饼砸他头上了。好了，不说他了，反正我也不会认他当爸。我如果以后谈恋爱呢，我就要找一个男子，又高又帅又有钱，而且又有才华，与众不同的。哦，原来你暗恋赵天佑啊？谁？赵天佑，赵天佑，他都31岁了，可以当我大叔了，好不好？是吗？我还以为我的妹妹想当威廉王妃呢。坏女人！哎，心远，我刚在门口碰到送快件的员工，他说给你送了一封国外的特快专递。我说我们家哪来的外国快递嘛，是吧？是邮购广告的目录，可能是在哪儿抄到我的地址，随机发的。我就说不可能嘛。
哎，你脸色不好，今天你休息，我下厨。哎，邮购广告，鬼才相信。看他那脸色，搞不好是旧情人寄来的情书。不过我跟你说个正事儿啊，你不觉得老妈怪怪的吗？我敢保证，那份快递肯定不是什么邮购广告。我觉得她在撒谎。你怎么知道不是邮购广告？我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我觉得老妈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，而且不是从现在开始的，是从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开始了。安娜，我的好妹妹，你是不是穿越小说看多了？哪有那么多秘密，那么多隐藏啊？好了，我们还是来说一下赵天佑讲座的事情吧。我不同意你说的办法。好了好了，我抬8抬大轿去抬他，头顶8床棉被去请他，这总行了吧？完了完了，绝对是旧情人的情书，他怕我知道，提早毁尸灭迹。老金，我们家卫生太差。太太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哎呀，年轻人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把我那个接起来。哎呀，谢谢你啊，哎，谢谢你。哎呀，这苹果怎么都是烂的？奶奶，这些苹果我全买了。年轻人，你这是同情我阿婆啊？你别看这些苹果卖相难看，我肯定能卖掉。我告诉你啊，我阿婆买水果都买了10几年了。我不要你抱怨啊，谢谢你，我肯定能卖掉了。婆婆，她也是好心。婆婆她脾气很倔的，你不用把她的话放在心上。那么巧，挑来挑去都一样，阿婆的苹果都是这样的。但是呢，长得不好看的苹果也不代表它的味道就不好啊。其实很多人不愿意为了这样的苹果而停下脚步，所以啊。阿婆的生意一直不好，但是我每次都会来这里买苹果的。郝安琪，你认识我？啊，我在草地上捡到这个，上面有你的照片和地址。本来我是想把它送到你家去的，结果……谢谢。哎，好了，你以后要多来阿婆这里买苹果。一定的。不过呢，不要让她发现你是故意来照顾她生意的。
饭后水果到了。好好，来来来，吃的。你就为了讨好你的梦中情人，买了这一堆烂掉的苹果。什么烂掉的苹果？他们只是受了伤而已。最好是。那请问他们的伤什么时候会好啊？哪里坏了？哪里？哪里？这边。还有吗？我以前啊只听过恋爱中的人会没有智商，今天才知道连味觉都会没有。好了好了，谁没有味觉了？有人真的恋爱了。你要不要吃这个？不要，你要不吃？我不要。你再吃不是我塞你嘴里。恋爱了，奶奶你看看。好了好了，雨熙。从今天起，开始记录心情，每一只纸鹤都记录着我对你的记忆。晨曦，对不起，今天的相遇之后，我已经没有办法把你忘记了。安琪，啊？你有喜欢的人啦？才没有呢。脸那么红，肯定是有了。别瞎说。来，喝点莲子羹吧。啊，来，太好了，谢谢妈。真好喝。妈，妈，啊。妈。啊，你们早点睡吧，明天还要早起呢。哎，安琪，你不觉得妈收了那份快递之后怪怪的吗？我猜，她肯定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。哎呀，这个包啊，都用了10多年有了吧？啊，心雨啊，说实在的，嫁给我这么多年，从没给你买过任何东西，委屈你了。老金，都10多年的老夫老妻了，你说这些干什么呀？你对我的好，我都记在心里呢。下午，咖啡厅绝对有问题。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，绝不能让它得逞。心雨，我想明天在家好好休息1天，陪陪你。啊，用不着，我明天下午还要出去呢。那我跟你一起出去啊！好久没陪你逛街了，把男人的3从4德都给忘了。女人逛街要陪得，女人花钱要舍得。我明天是约了人有事儿，你就不用陪了。哦，对，你好像跟我说过要见那个客户马小姐，对吧？喂，我觉得老妈不像是有秘密的人，
你说到底是什么事情呢？越是觉得没有秘密的人，隐藏的秘密就越可怕。你说的也太吓人了吧！不如我们换个话题吧。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惊喜，你想知道是什么吗？不想，反正你也不会告诉我。你这个人真没劲，猜一下会死啊！好好好，我猜。那么，你准备的是什么事情呢？我不告诉你。喂，又是这样，每次都是，还不如继续刚才的话题呢。哎，你说到底是什么秘密呢？其实我刚才冒出了一个恐怖的想法，你说会不会我们的亲生父亲还活着呀？安娜，喂，晚安。干什么呀？是不是和那个惊喜有关呀？想知道吗？我不告诉你。怎么了？走。赵天佑。谢谢你的惊喜。但是你不会用的又是之前那招吧？用事先障碍的方式把他逼出来，那他今天不来怎么办呀？今天的报纸都出来了，他一定会来的。给你一个近距离接触赵天佑的机会。这是我们设计系给赵天佑的请柬，我们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你啦。可是，我们这不是骗了他吗？再给他请柬，会不会不好啊？是我骗了他，又不是你，你担心什么？安心的把请柬送去吧，没事的。安娜，别让我去送请柬了。让你去你就去，走了。可是，吃饭呢，还是送请柬呢？你是一辈子不设计呢，还是去送请柬呢？你是一辈子不谈恋爱呢，还是去送请柬呢？我这走了。呀，欢迎光临。画的也太漂亮，过分！多少年没化妆了？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忍不了。这边。行。请坐。陈约个男的，太过分了，这个。哎，浩明，师傅，你怎么在这？我约了客户啊。哦，客户，男的女的，是真客户还是假客户？你不是背着我跟女生约会吧？你在这？男的呀，您这是干嘛呀？我说年纪不小了，该为自己的终身大事打算了。你怎么突然念叨起这事儿来了？啊，那不是师母吗？啊，师傅，你不会是跟师母在这搞什么浪漫约会吧？这说什么呢？我跟你师母老夫老妻，还用得着搞这套？恶心！不是，师母对面坐了个男的呀。你不会是跟踪师母到这儿的吧？这个你放心，师母绝对不是那种见异思迁的女人，你可千万别多想，师傅。不是，那说什么呢？那个男的我认识，他是你师母那个老同学。哎，对，他有事儿求你师母，我这不是怕他脸皮薄吗？特地陪他来，在外头留守，他在里头坐，给他点面子。那你可真大方，师傅，英明啊！哎，
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好，那您等着啊，拜拜。哎，师傅拜拜。哎，慢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。再忍会儿好了，再忍一会儿。对不起，建斌，你的要求我不能答应你。这么些年，我们都过着平静的生活，我不想让过去的事情影响孩子们的生活，影响他们的未来。哎，星宇，我用了10几年的时间，总算找到了你，难道你就不能看在这份感情的份上，给伤害过你的人一个惩罚，也让我们马家安下这份心吗？对不起，建斌，我真的做不到。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有的事儿过不去也得过。这么些年来，我就是这么过来的。建斌，你回美国吧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我还会给你写信的。如果你改变了主意，请告诉我一声。对不起，我该走了。但我还是要请求你，替安娜和安琪想一想，别再逼我。星宇，星宇。你好，我想找赵天佑设计师。很抱歉，天佑前辈没有空接待客人，你有什么事儿找他，我可以代为转达。那麻烦你跟天佑老师说一下，我这件事情比较着急。还有什么能比巴黎时装发布会更急？现在天佑老师都已经好几个晚上没睡了，就这个时候还有人给他添麻烦，他根本就没有答应过什么时装讲座。这样把消息发在报纸上，这算什么呀？现在这些大学生啊，真是自私到了极点。对不起啊，我就是来给他送这次讲座的请柬的。什么？这信息是你发的？你还敢来这里啊？对不起。对不起有用，要律师干嘛？你们再这么做，我们要告你的。可不可以请你帮我转告天佑老师，就说我们所有人都很喜欢他的作品，还有我妹妹安娜，以及有很多同学，我们都很支持他，因为我们都知道天佑老师是唯一一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，但是在国际上得奖的中国设计师。他的作品里充满了灵感，我们所有人都为他加油。所以，能不能请你把请柬收下，等他从发布会回来以后再来我们的讲座，这样可以吗？请柬我们不会收的，你走吧。可是，走吧。谢谢。站住！天佑老师。为什么想要听我的讲座？你是真的喜欢我的作品，还是把我当成了某个偶像？我不是喜欢你的作品，我是爱上你的作品了。你的作品对于我来说，不只是一件衣服，一个发布会，更是一种梦想。我梦想成为像你那样的人。梦想像你那样设计，像你那样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时装王国。你可以走了。真丢人！我怎么把心里藏了那么多年的梦想全都说出来了呢？我怎么可能成为他那样的人呢？大言不惭地对他说这些话，真是丢人。
我把事情办砸了，安娜一定很失望吧？来，给，把伞放在这儿。这是刚刚那女孩送来的请柬，既然你们不去，那我就扔掉了。我会去。他刚才说的那番话，给了我很大的灵感。所以这期服装发布会的主题就叫梦想。早知道我就不应该那样对她，这女孩还真可爱。去吧。我先去打个电话。喂，安娜，对不起，我把事情搞砸了。什么？天佑老师他过去了，太棒了！好，好，好，我这就到。哎。很高兴你来给我们讲座，我是安娜，设计系的学生会主席。给我送请帖那个女生。啊，你是说安琪啊？她也是设计系的，她正在来的路上。Cindy， 你还记得我吗？这么大雨，什么时候才能去啊？安琪到底有什么魔力？这么快就让号称冷面王子的赵天佑注意到她了？没关系，他始终是我的偶像赵天佑。总有一天，我会穿上他为我设计的时装，走上国际舞台的。哎呀，姑娘，这么大的雨，别去，要感冒的。别去啊！哎呀，这么大的雨啊！晨曦，今天为了给婆婆捡苹果，错过了赵天佑，遗憾吗？是有那么一点点遗憾。可是晨曦，因为心里有了你，再大的遗憾也变得比海边的细沙还要清朗。安琪，他
们刚刚打电话来让我去试镜的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今天晚上他们去参加赵天佑的时装发布会，他们看了我的资料之后，杨导就给了我一次广告试镜的机会。明天下午正好没课，我已经跟他们约好了。这么说，我妹妹就要去拍广告了。所以说你会陪我一起去，对不对？我是很想陪你去，可是我已经答应外公了，我要去看他。哎呀，外公又不会跑掉，你陪我试完镜再去吗？如果你肯答应我，我陪你试完镜了以后，你要陪我去看外公的话，我就陪你去啊。你呀，成交。我去告诉妈。安娜的梦想开始起步了，那么我的梦想呢？晨曦，你说我的梦想有可能实现吗？表情放松一点了。怎么样？挺漂亮的吧？啊？漂亮是漂亮，可是总感觉味道不对，动作僵硬、做作，总之没什么意思。是不是她的这个妆太浓了，把那个原来的样子都盖掉了？也许吧。休息一下啊，看看照片。跟我去一下卫生间。不想去卫生间。他们真的这样说？说我没有特色？没有，他们可能只是觉得呀，你的妆太浓了。什么妆太浓了？明明就是他们对新人太挑剔了。你知道吗？我上次来试镜清汤挂面的，他们怎么说？他们说我们是找模特来拍广告，又不是找贫困生来拍公益片。贫困生怎么了？要是我是模特的话，他们敢这么说吗？好了，你看，这样是不是好多了？有点太淡了。好吧。好，不错不错。哎，好像比刚才好一些了。妆太浓的事儿你跟他说了？没有啊，我一直跟你在一块儿，我没跟他说过。怎么样？这个状态不错吧？这就是他原来的样子，挺漂亮的啊。好像是比刚才好一点。哎，那个女孩是谁？谁啊？哦，她是安娜的双胞胎姐姐。姐姐？对啊。挺有意思的，不但长得不一样，连气质都完全不同。她哪有安娜漂亮？可是更有亲和力，她的表情，还有整体风格，比妹妹更想让人亲近。这正是我们要需要的。安娜，他们这算什么？不想找我的话，干嘛叫我来试镜？直接找你不就好了吗？安娜，你听我说，我对模特没有兴趣，我的梦想是设计师。安琪，不要再让着我了。从小到大你什么都让着，我已经烦了。我只是想证明自己，用我的实力去征服他们，去征服时尚界。安娜，不好意思，安琪小姐，我们导演想再请你谈一谈。不好意思，我对这个没兴趣。安娜。来喽，来喽！
起，来，外公，看，哎，来的正好，帮外公看看这套衣服能不能更衬托外公的潇洒。外公，你这要是去走秀啊？不是，安娜怎么没来啊？还说呢，下午我陪安娜去试镜，结果那个导演他选上了我，把安娜换掉了，安娜都气得跑掉了，到现在都没找到她，我还以为她会在你这儿呢。安娜这孩子从小就要强，伤自尊心了。可不是，可是我又没想跟她抢，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啊，都怪那个导演伤了安娜的心，让我也为难。你说那个导演什么眼神啊？安娜明明长得比我好看嘛。谁说的？我看你最漂亮。外公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拿我开玩笑？好，不经风吹雨打，哪有万里彩虹啊？啊！再说了，有的时候舌头还被牙齿咬呢。姐妹俩过日子，难免磕磕碰碰，带来烦心的事儿。怎么办呢？啊，就把这个烦心像垃圾一样扔出去，不烦心了，哎，也就像爷爷的名字，好快乐起来啦！我是瞎了，我瞎到我自己以为我自己是最好的，我瞎到我自己以为我自己是万众瞩目的焦点，我瞎到其实什么都不是。哎呀，别担心。安娜那脾气啊，来得急，去得也快，说不定人家现在正高高兴兴逛大街呢。哎，安琪啊，今天试镜这个事儿，你打算放弃呀？听起来好像人家对你蛮感兴趣的，不想试试？外公，那对方要不是安娜的话，我可能还会觉得挺好玩的，想去试试。但是安娜想要的东西，我不能跟她抢。真像亲姐妹。什么？差点泄露天机，这个臭屁！外公。我是说，再给外公看看这套衣服怎么样？外公，你呢穿哪件都好看，但是你得说实话，你是不是要去约会啊？你以为感情是你们年轻人的专利呀？否，老年人有老年人的感情，老感情更金贵。哎，安琪，告诉你啊，外公有2个竞争者。你要给外公保驾护航啊！哎，安琪，再帮外公看看，会不会太花了？第一次约会还是含蓄点好。不会的，外公，你这样啊，帅死了，保证所有人看到呢都迷得神魂颠倒的。真的？真的。这话我要听，比较实事求是。而且你看，外公这皮肤又白又细，就是有2道皱纹。哎，外公是耳不聋眼不花，就有点散光。外公的精神头可以跟年轻人媲美。力气小了点。外公从没见你这么自恋。安琪，咱们演戏好不好？啊，当孙美丽。孙美丽女士，孙美丽女士，
活是好快乐。你美丽，我快乐，一点小一息，一点小小的心意，希望你能喜欢。这心意呢是小了点，不过我还蛮喜欢的。孙美丽女士在里面等你呢，请进。去吧。你好，我是允熙，晨曦的妹妹。我哥他又去买那些受伤的苹果了，你没看到他吗？我们先进去吧。云溪啊，去让安琪吃点水果啊。好的。哎呦，你看看多好，我这水果盘切的还可以嘛。来来来，这个很好，尝点苹果。这个苹果对健康，薄的，好，薄的薄。那个木雕是我哥刻的哦。他的兴趣啊就是那么奇怪，喜欢搞这些奇怪的东西。不会啊，你不觉得很可爱吗？看来你们兴趣蛮相投的嘛。云溪，让安琪下来吃水果吧。好，走。他们在下面聊什么？不知道啊，我去偷听好了。小心哦。哎呦，这不是我买的，这是我孙子晨曦买的。哦，你看看。我倒是觉得啊，看这两个加起来100多岁人谈恋爱更可爱。你吃，你再吃啊。哎呦，我说有什么事儿耽误了？啊，就是啊，怎么到现在我就等着他呢？好，安娜。你认识我？你是学校的校花，又是未来的名模，会有人不认识你吗？你是在讽刺我吗？什么校花，什么名模，一切都是骗人的。我失败了，在他们眼里，我什么都不是。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看你的，但在我眼里，你是有自己梦想的女孩，值得我尊重。你尊重有什么用？你又不是导演。我们无法避免人生的失败，但有可能避免失败带来的痛苦。越是骄傲的女孩，越是需要去保护她自己。过马路小心一点。其实，我也很早就听过你的名字，学院第一帅哥，天才画家刘晨曦。来吃吃吃哦，喝水，来给你块苹果。我也不知道这些水果啊，他是在哪儿买的，只知道他是在一个老太太那儿买的。我这个孙子啊，心软，他看见一个老太太一个人在街上摆摊，
忍不住就想起我来了。虽然这个老太太卖的水果坑坑洼洼的，不怎么好看，但是啊，她总是绕着远路到老太太那儿去买水果。看看啊，在他们家连买个苹果都这么善良，心灵都这么美。奶奶，你被哥的甜言蜜语给骗了啦！啊，他每天绕去那里买水果，才不是因为那样呢。那你说，他是为了什么呢？那是因为他暗恋的女生都去那里买水果啊，他想去那里邂逅她。你这孩子，回来了。哎，爷爷，奶奶，安琪，男主角回来喽！谢谢。我妹妹呢？这个懒鬼，干活的时候不知道跑哪去了。没有，云溪说她当了一天电灯泡，现在没电了，所以回房间休息了。当我俩电灯？才没有，她说的呀，是我外公还有你奶奶。当头炮！哎，我还没看清呢，是？不是哎，我从这到这对的了。对的。哎，那我这里来一个，把你的吃掉。你看你家务做得不错啊，比我做得好。我没什么手艺，不会做饭，只会洗洗碗、扫扫地什么的。哦，没有啊，我看你的手艺挺好的。我看了那些木雕，那都是不成熟的作品。不会啊，我觉得你做的挺好的，我觉得他们挺可爱的。没有啊，我觉得你比他们可爱多了。安琪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好回去了。啊。今天帮我谢谢你奶奶，因为她做的东西真的很好吃。我跟安娜从小跟我妈一起长大的，没见过爸爸，也没见过奶奶，所以我见到你奶奶，觉得她很亲切，就像自己的奶奶一样。我奶奶是世界上最好的奶奶。奶奶以前是拉小提琴的，后来我爸妈在青藏高原出车祸，同一天去世了。我奶奶就不拉小提琴了，她拿那双拉琴的手，每天干粗活，养活我和我妹妹。我一直在想，以后等我有出息了，我要挣大钱，让我奶奶过上好日子。我给她买一把最好的小提琴。可是没想到，半年以后，奶奶的手就废了。
再也拉不了亲了。晨曦，没想到你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。你这么优秀，我想你的奶奶，还有你天上的爸爸妈妈，一定都为你高兴，为你骄傲吧。我以前不是这样的，在我最沦落的时候，出现了一个天使般的女孩，她改变了我的一切。天使一样的女孩，这就是他放在心里的女孩吗？原来晨曦有了喜欢的女孩了呀。可我心里并不觉得难过，看到她幸福，应该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。外公，听说恋爱呢会让人变得年轻，你今天年轻了5岁啊，不是10岁。干脆说我25岁得了，更没大没小。好啦，没想到外公这么自恋，不过还好没遗传给我，但遗传给安娜了。啊，他可不是我遗传啊，他是自学生财。哎，对了，今天试镜这个事儿啊，你回去得好好跟安娜说说。啊，要夸夸她，哄哄她。安娜呢是个顺毛驴，哎，你一表扬她，她就云开雾散，云转晴。好。哎，记着啊，凡是女的，啊，不管是8岁是8岁还是8是8岁，都得哄。我知道了，走吧。雄赳赳，气昂昂，爱情不能忘。你也追，我也追，看谁实力强。外公你最强。有车来了。好了，就送这儿吧，回去吧。天晚了，路上小心点啊。那你回去打电话给我啊。哎，好。来，好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慢点啊，师傅。哎，拜拜。安琪，安琪，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？是做个服装设计师吗？可是我总觉得这个梦想太遥不可及了，我都碰触不到，所以应该不太可能吧。这个布偶送给你。它是我亲手雕刻的第一个木偶。我觉得再小的声音也会有它的未来。希望这只木偶可以祝福你实现所有的梦想。哎呀，心雨，你这包怎么这么脏？你去哪儿了？你这是？哎，心雨啊，这个最近照相馆赚了点钱，你看咱们要不要去庆祝一下？浩明说有个咖啡馆还不错哎。去咖啡馆多浪费钱啊！老金，孩子们都长大了，我们还是把赚来的钱给存起来吧。爸，妈回来了。哎，乖。安娜还没回来吗？妈，回来了。
娜，怎么了你？安琪，对不起啊，我不应该跟你说那样的话。其实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好的。哎，不说那么多了，反正我爱你，我也爱妈。妈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是你的秘密。哎，看谁呀？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。哎，姐，你教我折这个纸鹤好不好？你少来啦！教了你那么多次，你都懒得学。那把伞可不是你的吧？哎呀，那又不是什么巧克力玫瑰的，只是一把伞而已嘛。哎呀，你别这样啊！啊，我说怎么面带桃花的呢？原来是有护花使者啦！哎，你告诉我，他是谁啊？是不是又帅又有才华又有钱啊？你想知道吗？就不告诉你是吧？好，我保证明天告诉你，好不好？你不用说我也知道。放眼望去呢，只有贝帅能配得上我的超模妹妹，是吧？不管怎么样，反正我今天是不会告诉你。哎。听说双胞胎都是心有灵犀的，我跟安娜还真是双胞胎。就在同一天，我们都有了自己喜欢的男生，有了自己的秘密。刘晨曦同学，你昨晚借给安娜同学的伞，就在学院东边那片小树林里。刘晨曦，安琪，我实现我的承诺了。太震撼了！校花安娜竟然要跟天才晨曦交往了！天哪，我的白马王子晨曦太令人发指了！怎么会是他？
娜和我是那么不一样，这就是安娜的爱情，那么浓烈，那么直接，那么不留余地。跟她相比，我像蚌一样紧紧藏在心里的爱情是那么渺小，那么胆怯，那么微不足道。那只是一把伞。我昨天去奶奶那儿买水果，碰到安娜，她……刘晨曦同学，我觉得你跟安娜很般配，我祝福你们。安琪，听我说，安琪，安琪。刘晨曦，没想到你也是个花心的人，明明有喜欢的人了，为什么还要跟别人暧昧？谁暧昧了？这只是一个误会而已。误会？男人就是会找借口，不是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呢，就是一个误会。没有想法的话，为什么不离安娜远一点？你有没有想过安琪会有多难过啊？这真的只是个误会，我以后再跟你说。安琪，你要坚强，他们都那么优秀，那么出色，本来就应该在一起的。安琪，你不能哭，不能让安娜知道你和他喜欢上了同一个男孩，不能让安娜知道他初恋的开始就是你暗恋的结束，更不能让安娜知道你心里有过晨曦，而且可能一辈子也忘不掉。不行，你一定要忘记他。这样，等到他们婚礼的那一天，你才不会心痛。安琪，安琪，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Baby, I miss you. Baby, I need you. Everything for you. 你看，鱼都可以上树。其实每个人的梦想离自己并不是那么遥远，就像这些树啊、花儿、草啊，还有天上看不见的星星，它们都会散发出自己的光芒。我觉得人只要努力，一定也会变得灿烂夺目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我喜欢可是你不是跟安娜？我没有，我从来没有喜欢过别人，在我心里面只有你。我们交往吧。Baby, how 晨曦 Baby, I love you. 时间从此停